但你說一個人移民到國外10幾年，然後能夠創出一個事業來，也不簡單了。回到大陸去之後呢，現在說出不來，然後再逼在鏡頭說，我放棄這個日本國籍，我放棄日本國籍，然後願意接受這個中國的法律什麼的。放棄日本國籍就是切斷外國對我的切斷就是我現在是日本人嘛，對不對？切斷日本對我的實領的保護。所以我說這個事情，他有法律跟沒有法律沒有什麼差別。對，他都可以這樣幹，他都這樣幹。那我不好意思的講一句啊，台灣人根本沒有這個事情，他就是中國公民。他沒有什麼放棄台灣國籍的事情，沒有這個問題。所以你說，如果今天台灣進到了中國，如果我今天被認為說你有國安問題，你有產業這個所謂機密問題，我也可以用各種理由不讓你回來，不讓你離開。澎湖海戰突然間引爆了內部的辯論，說，哎，這個滿清好像是壞人，然後明朝才正統。那明朝正統被滿清消滅之後，那滿清就是壞蛋了。所以呢，哎，共產黨消滅了中華民國。那共產黨就是壞蛋了，對，所以中華民國派在大陸現在慢慢崛起。中共突然感覺到說，哎，我搞個澎湖海戰，什麼捅了馬蜂窩。對，從習近平角度來說呢，他說我要連任，為什麼呢？我如果明年不連任的話，我非常危險。對，我為什麼危險呢？我整了這麼多人，沒錯，光將軍我就整了100多個，現在大家給我新的封號叫上將仔。中國最近有2件事情看起來毫不相關，但本質上都凸顯了中國內部的基本矛盾，還有它左支右絀那種硬的打不下去，軟的又怕丟臉的矛盾心態。第一個就是中國花了大錢，花了23億，找了現在中國一線最好的演員，拍了一個歷史大戲《澎湖海戰》。澎湖海戰的口號就是統一台灣勢不可擋。對習近平來講，統一台灣就是他任內最高的渴望、最大的志業。如果你是統一台灣勢不可擋，那剛好是符合習近平的願望，符合習近平的政策，不是嗎？可是這一部大戲卻在上映前竟然拿不到龍標，拿不到龍標就是你沒有辦法拿到上映許可，你根本不可能公開放映，這就怪了。這樣的一個大戲，而且完全符合中國的意識形態，你怎麼可能說停就停，而且說得這麼難看？當然，對內外都有很多的說法，國際內部的，但有一個是台灣人很難想象是，它竟然引起了中國內部的中間之變，等於說是正統之論。什麼叫中間之變、正統之論？因為中國現在我為了要統治，我就搞了我所謂的民族主義，搞民族主義，竟然沒有想到把漢民族主義也給拉出來了。而你要知道，中國人口裡面90%是漢民族，那對於這漢民族來講，漢民族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羞辱、最大的悲傷，其實就是澎湖海戰，就是當時康熙把整個中國民政最後的一個法統、最後一個正統給消滅掉，那是漢民族最大的羞辱。就沒有想到這件事情，澎湖海戰本來想說是對台灣統戰的，是武統的壓力的，就變成了內部的中間之變。變成了說，他們認為施琅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奸臣、最大的壞人。而這樣的討論下去，有趣就在於說，這個討論發展下去的話，兩岸到底誰是正統？兩岸誰才是中華文化真正的繼承人？這就是蔣介石當時在台灣要搞中華文化復興總會，要把龍藏經拿到台灣的原因。而沒有想到，蔣介石當時下的那個棋，在現在竟然還在發酵當中。另外就是中國現在嚴格管制它的出入境管理辦法。過去你要嚴格限制人民出國，你要有明文規定，你要有公文書。現在只要我懷疑你對國家安全，你對我的工業的這個所謂的機密有所損害的話，我就可以在不告知你的狀況下，我就限制你出境。很多人是到了機場才知道，哦，原來我不能出國。一個國家如果對自己這樣子嚴格管制，就代表這個國家的人一定出了問題。因為現在全世界除了北韓以外，大概沒有一個國家現在像中國一樣這麼嚴格的限制自己的人民他的行動自由。所以中國的內部到底發生什麼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好，我們今天又非常高興的邀請了明居正老師來跟我們聊一聊這樣的事情。明老師你好。主持人寶傑兄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那苗老師，我們現在看到第一題就是，
現在中國國務院關於出入境管理辦法的規定，它等於說修改了出入境管理辦法。那以前當然它的出入境也是它的內部限制，可是它好歹在外表上我要有明文規定，外表上我對你的限制我要有公文書給你。可是現在沒有了，現在看它實施作為是，我只要懷疑剛剛講幾個，你違反出口管制、技術進口、違反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我就可以不准你出境。等於說我不讓你出境，你就不出境，而且當事人可能都不知道，你事先不知道。那这中國為什麼突然要做這麼大的動作嘞？大家先看一下第4條的文字哈，中國公民違反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管理等規定，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的，國務院、商務等有關主管部門可決定不准其出境。對，看起來是有文字了，對不对？但是中國大陸的法律，我常講，我說我們他們不是講過嗎？他寫的越模糊的，他越會執行；寫的這個越仔細什麼的，那可能反而不執行。比如說什麼，你有人身自由啦，宗教自由啦，然後什麼遷徙自由、什麼工作什麼等等，寫的很好的，他就不會執行；寫的模模糊糊的，他會執行。對，為什麼說模模糊糊呢？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等，然後可以決定不准其出境。我們一般這個民主國家規範這東西，我們講的字句很清楚。模糊的地方最後交由法官來審理，因為總會難免會有模糊的情況，交由法官或陪審團來審理。他們就是我就決定讓你不出境。對，不出境就算了，可以抓起來的，可以抓起來的。而且我覺得，大家會覺得說，你為什麼弄這個東西？你剛剛不就問的問題嗎？其實這麼多年來呢，他們已經在執行這件事情，只是沒有法律，只是沒有法律。現在寫出來只是假裝我比較有法律，只是這樣而已，沒有差別。所以你看他常常講說，我們依法幹什麼？有沒有？他們那個國台辦也好，或什麼外交部的發言人也好，我們中國這邊什麼，我們依法什麼等等，講起來一副好像是很進步一樣的。他的法律全部是荒腔走板的，所以我每次看他講這話呢，我就覺得很難受。我就把他說你們到底在依什麼法？現在回到我剛剛講的這個案例哈，為什麼我講說他沒有這法律還這樣幹呢？最近不是有幾件事情嗎？一件事情是我們看那個新聞，昨天一個人發了一個消息，說他原來是中國人，對，然後跑到日本去了，然後規劃日本呢已經13年了，在日本也做企業做得很大。好像他的總資產到8000萬人民幣吧？對，8000萬人民幣。對，那就是幾十人一個公司，你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你說一個人移民到國外10幾年，然後能夠創出一個事業來，也不簡單了。回到大陸去之後呢，現在說出不來，然後再逼在鏡頭說，我放棄這個日本國籍，我放棄日本國籍，然後願意接受這個中國的法律什麼的。放棄日本國籍就是切斷外國對我的切斷就是我現在是日本人嘛，對不對？切斷日本對我的實領的保護。那過去發生過的事情呢？对，2018年吧，也是香港銅鑼灣書店。香港銅鑼灣書店不是有個人叫桂民海嗎？對，桂民海，他已經在瑞典已經是公民了，跑回大陸去也被抓，抓完之後也公開承認放棄瑞典國籍，然後最後被審判。所以我說這個事情，他有法律跟沒有法律沒有什麼差別。對，他都可以這樣幹，他都這樣幹。那，我不好意思的講一句啊，台灣人根本沒有這個事情，他就是中國公民，他沒有什麼放棄台灣國籍的事情，沒有這個問題。所以你說，如果今天台灣進到了中國，如果我今天被認為說你有國安問題，你有產業這個所謂機密問題，我也可以用各種理由不讓你回來，不讓你離開。我們很多人不都這樣子嗎？包括我們學界有些朋友，過去我們認為比較親共的，對，我們認為比較親共，我們底下都說，他比較紅比較好，結果他去被抓了，對，到現在還沒放啊。另外上次不是有一團10幾20個人，然後也出了問題嗎？對，說是一貫道吧，一貫道是不是？然後也出不來，所以他有法律跟沒有法律沒有什麼很大差別。我說你犯法你就犯法，對啊，我說我不讓你出來你就不能出來，就這麼簡單。可是中國現在對管制他的人民出國有比以前更嚴格嗎？那也就是說，現在大家不懷疑，就是說，
你以前不是覺得你大國崛起嗎？你不是一個幸福美滿的國家嗎？你為什麼擔心你的人民居然出去呢？而且剛剛講你人民出去，有人講說你這個規定，你這種限制，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跟你一樣，那就是北韓呢。不是說它叫西朝鮮嗎？哦，那邊叫北韓，這邊叫西朝鮮嘛。我們再讀一下這個，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的。產業安全你大概可以了解，技術安全就是高科技。加一個他們沒說，金融安全。你帶錢帶出去也不行，現在不要說帶出去了，你在國內啊，在大陸裡面，你存錢存進銀行取不出來的案例比比皆是，對不對？我們都看到了。那麼也就是說，他们現在對這個管制呢，從過去管錢，然後到管科技，現在到管肉體了。所以就你剛剛講的哈，對自己太沒有信心了，然後管的就是越嚴越好。共產黨有很奇怪的地方哈，我以前就講過，我說他們對於周遭的事情呢，他掌握得一清二楚，每一件事情他都想知道。那時候不是國民黨最早一個團去大陸回來，我們就跟他聊天嘛。我說有什麼差別？他說局長，匪就是匪。我說怎麼會這樣講？他說這個共產黨講說我們現在已經這個很寬大了，跟過去已經相比已經很開明了。過去你們兩個人在角落講話，我都想知道你講什麼。現在你們三人講話，我就看一眼而已。對，他是這種心態。因為我知道奧巴馬自己在回憶錄都講說，他的代表團進到房間的時候，一門一打開，居然有人在裡面翻他們的行李。是，這個完全不奇怪。唯一奇怪就是怎麼做的這麼難看被發現。照理說應該外面會有通風報信的，或者看好什麼的，然後就跑掉了。你講到這，我再講個例子哈。我們海基會第一次到大陸去跟海協會開會，當時我們一個女的工作人員忘了什麼職位了，然後回來她講個故事。她去了那邊的時候，因為去了比較匆忙，一進到旅館呢，把東西丟下就跑去開會。好，開完會回來的時候要洗澡，弄了一天了要洗澡，一打開，沒有水。啊，真沒有水，然後他怎麼辦？突然電話響了，我接，你沒有水是吧？我們怎麼？我還沒報告你就知道了。我在房間說我沒有水，對，電話就響了，電話就響你就知道，然後跟我講說你沒有水要來修。後來我們就好奇問說，那你那幾天沒洗啊？他洗澡，那怎麼洗的？我穿衣服洗。然後呢，穿着衣服鑽進被窩去換衣服。這個我已經不奇怪了，他們如果不監控才奇怪呢。然後以共產黨個性來說，所以我常常勸我們的朋友們，你們進出大陸要小心。現在連進出跟大陸有引渡條約的地方呢，都要小心。那現在中國不但是說我現在限制這些人嘛，是因為它重點是我要跟美國打這個科技戰。你說其實限制這些人很重要的是說，我現在中國在打這個科技戰的時候，我也不能容許這些人流出去，因為現在對中國來講就是這些資本。對，現在看起來這些人是開始在跑了。如果不把這些人留住的話，看住的話，不把看住的話，你這個科技戰你一點勝算都沒有，打不下去。因為大家知道他不是有個千人計劃嗎？對，千人計劃就把外國的那些華裔的那些學者、優秀科學家呢拉回來。那有什麼黃河學者啦，什麼長江學者什麼等等。他們最近最成功的一個案例呢，是把原來哈佛大學前化學系主任 Charles Lieber 挖到大陸去。原來不知道在哪邊，現在好像跑到深圳去了，做一個很特別的計劃，叫什麼腦機互動。就人腦跟機器互動，它像簡單說了，大概這樣，在腦袋裡裝個晶片，或者在什麼裝個晶片，讓人腦跟着晶片互動，可以打造什麼東西？現在大家猜的大概是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就是打造超級士兵，因為你有人腦機互動；第二就是，當然表面上說啊，我讓什麼瞎子能看到了，聾子能聽到的，這當然是會有的。但他們真正關切的就是，我是不是能夠打造腦機互動的超級士兵，或者說超級人，但是要做這種東西，所以共產黨的想法很可怕，然後剛好又碰到這種怪物呢，我們叫科學怪人呢，所以雙方一拍即合。這種計劃也不是今天開始的，其實1950年代他們剛剛建立政權的時候就已經挖了大量人回去，所以他兩彈一星都這樣做出來的。今天只不過故技重施罷了。現在怕什麼？
現在怕他自己本土的科學家跑掉，怕他投奔自由，是吧？這件東西。所以他叫我嚴格管制這個東西。那所以說，現在我們常講為邦不入，亂邦不居。你現在到了中國去，真的是有可能隨時就出不來了。是，你也不要去，我不要去，你也不要去了。OK， 另外就是我們回到那個澎湖海戰。澎湖海戰很妙是，你的口號叫做統一台灣，勢不可擋。這是習近平任內最大的一個志業，對，就沒有想到在上映的前他的龍標居然拿不到，就是你沒有辦法拿到上映許可，你已經花了23億元，而且我看了一下他的演員名單，大卡司都是全部在大卡司，你花了這麼大的這個大卡司，你找了這麼多的錢，你這麼大的一個動作，而且完全符合你的意識形態，就沒有想到你在上映前你就等於說不讓他演了，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反映出這中國內部非常大的問題。我覺得一個是比較小的考慮，一個是比較大的考慮。小的考慮應該是時間點的考慮，譬如說他現在8月多了嘛，對，他9月份要到美國去，那如果這電影放出來之後呢，那美國說啊，你看你還要打台灣什麼的，可能不太好，所以這是第一個考慮。第二個考慮就是11月份我們要大選，他大概希望操縱台灣裡面的選舉，希望某些黨派呢能夠成功這個掌握，不管是國會多數啦，或掌握那個地方上的縣市長多數什麼等等。那如果搞武統的話，那可能產生反效果，比如說被另外的政黨拿來反打呢，打宣傳戰呢，對他屬意政黨不利，所以這個可能是一個主要的考慮。第三個就是我上次講過，那現在大概看起來越來越像了。習近平不是要連任嗎？明年要連任嗎？看起來要連任呢，他好像拿不出政績出來，所以想辦法把台灣拉近了，大概是他唯一現在能夠大概可以爭取得到的政績。但如果說現在一下又搞武統，大喊武統的話，因為施琅海戰、澎湖海戰呢，講的是武統啊，它不是和平，等於是武統啊。那你這樣搞起來的話，那跟這個現在宣傳主旋律不合。主旋律是和平統一跟和平談判，對不對？我們上次已經講過了，下次我們可以有機會再來談一談。所以現在他把這些這樣的放大來講的話，可能跟主旋律相違背。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比較短期的考慮，長期的考慮呢，台灣一般人是不太知道的。大家一般有沒有聽說過叫做1644史觀？這個你是知道的啊，1644史觀。那麼也就是說，我們先說1840史觀，我們其實也相信1840史觀，對不對？我們認為說，中國近代史的這個切割點呢，就1840鴉片戰爭。那鴉片戰爭打敗了，所以就怎麼樣。那這個如果不爆發鴉片戰爭，那就怎麼樣。所以一般來說呢，大概我們的斷代呢，都是1840，就鴉片戰爭。但是大概這幾年吧，可能我忘了準確時間，那沒有10年8年，大概5、6年跑不掉。大陸有一批學者呢，推出叫做1644史觀，也就是明朝跟清朝呢，這個怎麼說呢？改朝換代之際，也就是說這批人啊，就是抱着1644史觀的人，我講長話短說哈，抱着1644史觀的人，他們認為，中國近代會落後什麼呢？不是因為這1840鴉片戰爭，而是因為明清之際呢，就已經這個衰落了。明朝他說他那個時候呢，其實算相當進步，作坊啊什麼已經開始了，在沿海呢什麼已經出來的小規模的，如果沒有後面這些干涉的話，它會這個蓬勃發展的。所以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可能爆發在中國。其實很早有一套書的就有類似想法，李約瑟《中國科技論》或《中國科技文明史》啊，他已經講了，那個當然是很大一套書，14本。其實我看是第1本，對，就那個就摘要本那個，他講得非常清楚，但後面很多我就翻一翻了，就將來吹噓要用嘛，這個是比較主要的，所以他就認為，如果那個時候不加干涉，也就是清朝不進來，沒有說去鉗制文字獄啊什麼等等的話，那讓這個繼續蓬勃發展，那可能就已經發展起來了。所以1644史觀呢，跟這個就接上了。1840史觀認為說，滿清的統治是可以的。那之所以出問題，就外國人打進來，然後滿清擋不住什麼等等。所以這個東西呢，澎湖海戰呢，一不小心就挑起，就是說，那你看。
你那時候追殺明朝，你讓明朝活不下去，所以就變成這樣了。如果那時候不追殺明朝，然後讓明朝繁榮昌盛發展下來的話，那說不定也不錯。所以你就聯想到說，你那時候共產黨不革命，啊，讓國民黨這邊好好搞，那國民黨今天會搞得很好。有人說，你看國民黨台灣不是搞得很好嗎？所以這下就犯了他的大忌了。所以應該這樣說吧。不小心觸動了玻璃心史觀，我覺得是這樣。因為1644年那次剛好是明思宗梅山自縊，是，所以他們就講說，中國的整個衰敗其實是從這個明思宗對這個滅亡開始。可是明朝滅亡其實有個關鍵是，那是漢民族最大的恥辱。孫中山開始就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其實本來是把滿族當成一個敵對的勢力的，就是說沒有想到現在漢民族民族主義起來了以後。他反而覺得說，那施琅才是奸臣啊！你是叛徒啊！你是把中國漢民族最後的一個法統、最後一個正統給消滅掉。沒有想到我在中國那邊還有這種矛盾。你是施琅來打明政，是漢人消滅漢人，對不對？是。其實我很早就知道大陸有中華民國派，我很早就知道。然後很多人跑到台灣來，我也碰過。那有人在台灣還蠻活躍的，然後他們跟大陸裡面有些人有聯繫。然後他們說啊，大陸中華民國派在做什麼做什麼？最近不是才有人在哪邊又掛了那個中華民國國旗要被抓了嗎？一個17歲還是15歲學生，17歲還是15歲的學生，他自己就有這種，用日本來說就有這種覺悟，他就會做這件事情。所以我們還真的不要低估，也不要小看自己。我們常講，我說，中華民國在台灣成就，將來大陸不管怎麼樣，他一定要參考。這個是跑不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各方面呢，他得拿回去好好看一看啊。這點呢，我們還不要妄自菲薄。是，那會擔心中國武統的，其實很多是拿俄羅斯來做借鏡。是，想說俄羅斯被全世界這樣制裁，被這樣的封鎖，他都該打4年，而且現在這還對全世界造成很大的威脅。現在連整個中東歐區都非常的一個緊張。可是有人想說，那如果俄羅斯可以撐那麼久，那以中國的經濟實力來講，它當然可以撐更久啊，它的危害一定更大。不過另外有人講說，它完全不一樣，俄羅斯是完全是一個閉關自守，它是自給自足的。你如果從中國來講，它70%的燃料、70%的糧食都是從進口的，所以中國如果要武統的話，或者說它真的要發動一場戰爭，它接受全世界制裁的這種承受能力，它是非常脆弱的。對，俄國撐得久是撐得久，但是反過來說，你覺得普京當年希望撐那麼久嗎？當然不希望，當然不希望嘛，对不對？這個普京原來以為4天就打完了，還以為說是我到時候就是啊，這個光宗耀祖的遊行進烏克蘭，然後把烏克蘭收進來，然後我們就打造一個大俄羅斯聯邦，大家都這樣想。所以很多俄羅斯軍隊當時進兵烏克蘭的時候，是帶着禮服進去的。他不是帶着什麼野戰服進去，當然有野戰服，但重點是我帶着禮服進去。有人說4天就打完，我記得那時候 CIA 還公開喊話問澤連斯基說：“哎，你要不要出來？我可以幫你出來。”就沒想到要打了這麼久。我們覺得啊，打了4年，歐洲人怎麼看？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是這樣看的，因為對他來說那衝擊很大。對你剛剛講說，對俄羅斯他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要這樣說。他在打仗的情況下勉強可以自給自足，但戰爭打久了大家都受不了。現在他已經感受到了，當這個烏克蘭能夠打到這個烏拉山以東，然後打到你這煉油廠，打到什麼時候，然後你俄國人自己要排隊買油的時候，你對戰爭感覺就不一樣了。好，這第一個。第二句你回頭看呢，其實中國到了今天的經濟結構呢，恐怕更不耐長久戰爭。更不耐長戰爭。他現在不是已經是世界工廠了嗎？他現在製造飛彈的、製造武器的能力都全世界第一了。對，但是他很多原料跟什麼從外面進來的。你剛剛說那個糧食什麼東西，我們光不要說別的哈，他對糧食這些依賴啊，對外在糧食依賴呢，當然數字不一樣。應該這樣說，我過去看到對他比較有利的數字是，他的糧食自給自足率是83%。哦，我看過最好的數字。換句話說，它每年至少17%的糧食從外面進口，進口什麼？基本上是黃小玉，黃豆、小麥跟玉米，基本上就這3樣。當然還有別的東西，雜糧什麼，包括大米在內也有部分進口的。另外就是它在別的地方，你說它糧食自給自足，它在別的地方是租地種地啊，把糧食拿回來的。
他在烏克蘭跟在非洲呢，他是租地的，租農地，然後把它收割進來之後呢，算本國糧產，他是這樣算的。你如果把那個扣掉的話，那這個對外面依賴度就非常高，這是第一個。第二呢，別的不要說，光說黃豆吧，中國人對黃豆依賴是非常高的，對，全部吃光了。我們從豆漿開始到這個大豆，然後做豆腐什麼，豆渣最後呢還拿去餵豬，反正捐地不剩。那過去的黃豆呢，他們大概每年需要是1萬多萬噸，自產是1500萬噸，所以它需要進口差不多是8、9千萬噸。大家都以為第一大進口國是美國，不是，巴西。他從巴西進口大概5、6千萬噸，然後美國進口3、4千，然後再來什麼阿根廷啊、加拿大啊什麼等等，讓這樣加起來。然後大家說，那他難道不可以用巴西的去取代美國嗎？不完全可以，大家都想不到原因。一個是北半球，一個是南半球。生產時間不一樣，這第一個。第二，品質不一樣。美國的那個，你不管是不是基因改造，第一呢，它雜質比較少。第二呢，它出油率比較高，第三它價錢比較便宜，所以這三個呢，它就打敗了很多國家。所以你說要它完全被巴西什麼取代，它做不到。這第一個。第二就是呢，中國大陸的經濟呢，我們上次都談過，過去呢，它對房地產的依賴非常高，因為房地產還有上下游，什麼下游什麼裝潢了、油漆了什麼等等，上游是建材了什麼的，這基本的水泥，這樣一路下來，所以過去你看那大陸這個，我們看着大陸來到台灣的電影，很多是房地產什麼比較對，比較低階的呢就是中介，比較高階就是那大的集團呢，所以那故事上下串聯看得非常好看。然後那些房子都很漂亮什麼的，我們覺得哇，真是很心動。然後小區呢弄得很美輪美奐的，然後大家開着車進來，然後刷卡進出的，我們就心生羨慕。對，那是經濟很好的時候。然後大陸這些房地產公司，他們怎麼說呢？都有國營企業的老毛病，喜歡做大做強。所以我有100塊錢呢，我做500塊的生意。為什麼？我搞槓桿，跑去銀行貸款，買了一棟房子之後呢，就跑去建價，然後建了80塊，我就貸80塊，然後把這人貸出來，再買一個房子，建價建到60塊，然後再買一直這樣，所以我一棟房子可以建，可以這樣一路搞下來，最後就是呢，槓桿非常高，然後銀行借錢非常多，但我自己本身的錢呢，現錢是非常少的，所以現金流呢是很危險的，一旦某個地方一斷掉，我全部就斷掉。所以你看什麼碧桂園也好啦，或者什麼花樣年什麼的，一出問題了就整個出問題，然後哇就整片倒，花了好大力氣蓋出了一大堆一個社區，最後呢沒賣了幾棟，要全部炸掉，要全部重來。所以房地產一出問題呢，上下全倒。那麼我一個朋友講過，我上次也是簡單講過，他說一旦這個國家房地產出問題的時候呢，大概7年之內。一定出現金融危機，因為它要拖垮銀行。對，現在大陸已經慢慢出現，這第一個。第二，房地產出問題的時候，地方政府的財政出問題，這我們過去也談過了。另外就是通貨緊縮，通貨緊縮一個最大原因就是第一呢，他們生產過剩，當然表面看說你看我生產能力多強，我製造業多強，沒有錯，這第一個。但在這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裡面或資本主義體制裡面。我一旦生產過剩，我賣不出去，我不敢再生產。對，因為我庫存積壓，然後我的現金上不來，我吃不下，我可能要倒賬的，可能我要這個倒閉的，所以我不做這事情。但為什麼他會做呢？因為他覺得無所謂，我們多做之後，然後多生產之後，完了之後我賣出去我傾銷。上次我們不是談到傾銷問題嗎？所以我用一帶一路我傾銷出去，就把一帶一路那些國家一個都打扁了。對，現在看起來說哇，我有1.2兆的或1.2萬億的這個出槽什麼的，我根本不需要美國市場，不是，他需要美國市場，因為美國市場仍然是最大市場。現在我短暫的轉到別的地方去，那是一次了，他們很難買2、3次的。對，就算買2、3次哦，他很難再買下去，而且利潤很小，利潤非常小。他明講到捲到不行了。這個我們內捲的事情將來有機會再說，今天就不多說了。所以這樣搞下來之後呢，你就發現說它引發的問題非常大。
房地產出問題，然後這地方政府財政出問題，然後這生產過剩，然後傾銷。現在呢，外國開始說，我也開始逐關稅壁壘，我阻擋你傾銷。歐洲國家已經開始了，對不對？很明確了，很明確了。然後現在歐洲國家準備跟他打貿易戰了。你覺得非洲、拉丁美洲跟東南亞這些國家將來不會起來嗎？他們將來真的就說我讓你打下來之後讓你把我打扁嗎？不會做這事情。所以他的1.2萬億的這種出超呢，維持3-4年了不起了。將來再走下去，我看很難很難。所以他自己曉得說，我不重新打開美歐市場呢，基本上不可能。所以對他來說，這是很迫切、很真實的危機。可對很多支持中國的人來講說，他現在很多經濟數字還是漂亮啊。你雖然講說他這個出超，他已經創了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出超的這個數字了。他說這個出超畢竟是真實的呀。是，對，我剛剛講了，這出超真實的，問題是你能維持幾年？哦，這才是重點。你出超1年、2年、3年，你能出超，可以出超。你可以出超到這麼大，維持10年8年嗎？大概做不到，所以他心裡有數。而且，這樣講吧，你多久換一輛車子，對不對？這樣就講完了嘛。你衣服你可以經常換，天天換啊。這件衣服我穿了2天不行，我丟掉了。車子你不會這樣做，電腦你不會這樣做，手機年輕人會這樣做，你我大概不會這樣做。是不是這樣？所以也就是這些貴重的財貨呢，大概你要經常換不太可能，所以他不是說以舊換新嗎？以舊換新推1年呢，推不下去了。對，你天天換冰箱，天天換汽車，天天換房子，不會了，不會了，對不對？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斗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好，那以前鄧小平曾經講過一句話，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那所以他其實當時也認為說，他是不是某種程度來講要把資本主義的一些概念拉進來？可是你是啊，對，可是搞到現在就是中國現在寧左勿右，因為他現在把他這個你剛剛講的計劃經濟，他這個等於說就踩到死以後，你不是把所有東西弄成一團的這個所謂的這個醬缸，完全的不能動嗎？對啊，他現在我覺得他慢慢發現問題在這裡，但是我不曉得，因為其實你說他們沒有經濟學家，有啊，對啊，他很出色的經濟學家，我也看過他們的文章，然後他很多講的也很在點上。不好意思，這些很多經濟學家是在歐美培養出來的，所以他們對那套那個觀念非常理解。但是回到中國大陸去之後，中國大陸運作不是那樣子。歐美它基本上是資本主義，它是一個怎麼說呢？有比較明確的民法跟商法跟這整套法治體系保護起來一個營商環境。資本主義能夠走到現在幾百年不衰呢，有它合理的這個怎麼說呢？生產邏輯在這裡。也就是說，馬克思當年講說啊，我們將來怎麼生產呢？其實不對的，因為馬克思嚴格說，大家都以為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很了解，不是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其實沒有太大了解，他固然寫過很厚的《資本論》，我也看了一下，然後說真的看不太下去，最後還是看節本，都不好意思，這麼大書還是看節本。大家都以為《資本論》是講經濟學，不是的，《資本論》是一本社會學的書，《資本論》只是說我用資本跟貨幣的角度來解析社會情況，然後解析社會的發展，告訴大家說階級鬥爭怎麼回事。他講這件事情，所以《資本論》不是經濟學著作，《資本論》是社會學著作，它是剖析社會的。共產黨人共產黨人這個奪權執政之後呢，他把《資本論》當作經濟學的著作來看待，所以最後運作起來出了很大紕漏。如果說共產主義這種方式玩經濟能成功的話，東歐跟蘇聯不會垮台。東歐跟蘇聯垮台，簡單說就是用共產主義方式玩經濟玩不下去。那所以俄國現在還能夠撐到，是因為他打仗。俄國只要不打仗，當年希特勒只要不打這個蘇聯的話，史達林經濟自己會崩潰。所以為什麼鄧小平你剛剛說借用一下資本主義東西可以救活？對，救活了。但是救活了之後呢，你習近平上台，
你搞什麼貿易戰啦，搞國進民退啦，收香港啦，清零風控啦，然後又建軍城，所有這種東西呢，都是破壞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所以我那時候講，我說照他這樣做，要不了多久，中國大陸經濟一定要出紕漏，今天出紕漏，真的出紕漏，真的出紕漏。而且我覺得非常可怕的是，最近有很多中國的經濟學家非常年輕的，他的死亡原因当然我们没办法揣度，但是我現在中國有一個說法，就是說，如果你今天照樣去唱紅，這樣去吹噓，那對不起我的專業。可是如果我今天要去提出證言，那我就是對不起我的腦袋，對不起整個的體制。所以現在中國出現很多怪事。很多的中國的年輕的經濟學家，要麼就不敢講話，要麼就抑鬱而終。這個現象已經變成了一個社會現象。最有名的是高善文吧？高善文50幾歲吧，54還56吧，很年輕啊。我看過他幾個視頻，講得非常到位啊。那其實不止他了，當然我看過幾個，算是年輕輩的這些經濟學者，很多都是在國外。或者受過完整教育的，或者說至少就是在中國大陸拿了學位之後出國去交換過，或者說做過研究的。所以這樣說吧，因為那個時候呢，大概在我算一下哈，差不多83、84、85那幾年，中國大陸有點開放，然後他找了很多這些外國學者呢到大陸去交流。我在美國讀書呢，我有個 host family 呢，先生是經濟學家，太太是語言學家，然後兩個人呢都非常喜歡中國，喜歡中華文化。那中國大陸一開放了，他們就迫不及待進去了，他們就拿了一個很有名的獎學金進去，然後美國給一部分錢，然後中國大陸給一部分錢進去了。他們進到去之後呢，在那邊那太太就教語言學，然後先生教經濟學。後來先生的經濟學那個教材呢，就翻譯成中文，他的中文本就拿給我看，我一看就笑出來了。標題叫什麼？資本主義經濟學。他不是叫我們叫經濟學，他叫資本主義經濟學。他標題就跟你講說，它叫做 bourgeois economics， 不是 economics， 就是 bourgeois economics。對不起，講這準確一點，小資產階級經濟學。這樣講更準確。我翻譯回去之後給他們聽，他們倆都笑死了。他說：“我從來不知道我講的是小資產階級經濟學。”那麼也就是說，他們曾經借鑑過，然後也曾經得到過好處，也因此後來參加世貿組織。參加世貿組織後，真的是西方覺得說這是他們一個重大戰略錯誤，引狼入室。那總而言之，就是把中共打造成了對自己一個威脅非常大的經濟體。但是你說，我們剛剛不是講說，他們搞一帶路，然後傾銷，然後賺了這個1萬多億美元的這個外貿順差嗎？那現在大家開始這個築起關稅壁壘之後，他怎麼辦？因為原來他賣的是便宜東西，那現在怎麼辦呢？他現在不叫新三樣嗎？第一是電動車，然後第二是鋰電池，第三是太陽能板，這3樣東西呢，先打出去，現在得到一些好處，然後現在這個EV 啊，就是電動車呢，把日本車打垮了，把德國車也打垮了，現在美國車打垮了，所以現在大家覺得說，看來大概電動車呢是中國車天下。你覺得他們會放手嗎？你覺得他們會放手嗎？你覺得西方不會放手？不會放手，因為這東西牽涉到我的命脈，對不對？所以然後你說啊，他除了這個之外，他還有什麼關鍵礦物啦，還有稀土等等，對，西方也要急起直追。換句話說，最後呢一定會變最壞情況。對不起，對中國大陸最好情況，對西方來說最好情況就是一分為二。就你搞你的經濟圈，我搞我的經濟圈，就像當年跟蘇聯對抗一樣。蘇聯跟東歐各國搞一個經濟圈，然後美國跟西歐各國跟其他這些國家呢搞一個經濟圈，所以兩個經濟圈對抗。那你覺得按照現在這種經濟規律來說，哪一個經濟圈會獲勝？那當然是西方的，對不對？就這樣，因為最有錢都在那裡啊。第一是錢，第二就是這東西最後要技術要突破的。一個管制腦袋的一個社會，技術是很難突破的。但苗老師，我們看中國現在也很得意說，你說你管制你這個 EUV 不賣給我，你極紫外光機不賣給我，深紫外光機不賣給我，那我就自己做啊。他說我現在已經可以自己做我的這個深紫外光機了，而且我這個所謂的晶片，因為我也可以做到5奈米，我甚至可以突破到了3奈米。可你卻說
這個是因為中國非常不合理的資源分配，而這個非常不合理的資源分配，反而會對中國的社會種上一個非常可怕的病根。這個事情幾年前我就問過一個業內的朋友，因為他那時候說，那時候不是中國大陸宣稱說做什麼麒麟晶片什麼等等啊，幾奈米啊，我就問他，那個朋友說當然可以啊，我嚇一跳說他們做得出來，當然可以啊，他說我們這邊用2塊錢做一個，他那邊做100萬做一個，當然做得出來啊，一句話講完，然後做完之後呢，你說我一個這個200匹馬力的這個跑車開上高速公路可不可以開？可以啊。那60匹馬力的車開上高速公路可不可以開？可以啊。可以開多久呢？2句話講完。是。對，都可以做得出來。問題是代價有多高？良率嘛。那個台積電之所以這麼厲害，很重要的就是良率啊，對不對？大家都知道。你說現在 Intel 做不出來嗎？現在好像要做出來了。是。如果說它的消息是真的好，那很厲害。我的封裝也做出來了，然後成本壓到50%，良率拉到98%，那就很厲害。对，那很厲害。問題是中國大陸現在還沒做到這一步。是我什麼光刻機做出來了，什麼做出來了？你不要忘記啊，那時候他不是要來買台積電嗎？對，不是要買什麼嗎？號稱說把什麼全部買下去，紫光要來買台積電。然後最後呢？所以我們常常講的說，一個朋友跟我講說，講起來呢嚇死人，然後做起來呢笑死人，看你相不相信了。我相信1個2個做得出來，你是不是能夠量產，是不是真的能夠在市場上有競爭力，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中國不是講我就集中力量辦大事啊？我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時候，你們看不起我，都把原子彈做出來了；你們看不起我，我的這個火箭都飛上去了，我的嫦娥也登上了這個月球了。現在我連這個火箭我都可以回收了。中國不是在這個上面很厲害嗎？是啊，你要講這個原子彈這2彈1星，最早技術從哪裡來的？2個地方，俄羅，一個是那個我們叫什麼呀？錢學森，10萬胸中10萬甲兵，美國呢卡住他，最後放回去了，他回去呢努力發展。所以錢学森誰培養出來的？美國培養出來的 ，CIT 培養出來的，就加州理工學院培養出來的。那如果沒有錢学森，沒有錢三強，沒有這些人的話，錢偉長這些人的話，你覺得做得到嗎？做不到，還是外國的這些外國培養的科學家。現在當然他有一個有個厲害的地方了，我網絡偷竊啊。對，網絡偷竊啊，對啊。然後網絡偷不到的，我就派人來交流，然後派人來學，所以還是拿了西方科技。也就是說，我真的把你關死了，我關了你10年8年，最後呢，你一定萎縮。蘇聯也這樣，蘇聯那時候不是說米格多少多厲害嗎？最後一架飛機跑到北海道去，半島一拆下來，發現很多地方呢生鏽的，而且還有真空管。对，全有你想象不到他還那麼落後，但他也至少做出一個什麼東西出來。對，不過話說啊，我也不能說完全說啊，他一錢不值。日本當年自己也可以做零式戰鬥機啊。零式戰鬥機飛得非常快，但是我裝甲非常薄，然後我對於駕駛員我沒有任何防護，你隨便一個槍彈打進來就可以打死我，因為後面沒有防護。但是美國對飛行員防護非常好，所以看你要什麼東西。也就是說，我絕對不排除，專制國家或者一黨專政國家，你在某些地方能夠很突出做什麼東西啊，我絕對不反對這個事情。但問題是長遠的競爭你做不做到，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我始終相信人性。因為到最後呢，因為我們看過東歐這個國家，最後是鎮壓老百姓的這些軍人呢，他最後棄甲投降。是，最後乾脆就是這樣，你要去哪裡遊行，我帶你去。我的鎮壓的裝甲車開過的，你們全部跳上來，我把你帶到什麼人民廣場去遊行，遊行完之後我再把你送回去，我幫你宅配到家。所以我相信人性，所以不用太擔心了。這個我常常講。如果我們不相信人性的話，今天我們被秦始皇的後代仍然在統治着。好，那另外我们本來對中國的理解是它是舉國體制，這個國家是鐵板一塊，但是這個國家內部是非常的團結的。但我們再回到剛剛講的澎湖海戰，你去觸碰了一個原來中國在講民族主義，有所謂的中華民族主義，有所謂的漢民族主義。漢民族主義跟中華民族主義是不一樣的，因為
滿漢是對立的。對漢民族主義來講，你當年拿下，你等於說當年梅山自縊打下北京城，你當年的這個所謂的這個侵犯台灣，對漢民族來講，那是奇恥大辱，那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是剃髮留頭，那是中國人歷史中最羞辱的一刻。我沒有想到它中間會有這樣的一個矛盾。那後來再討論下去是，中國共產黨在上面也不能放，不能放的原因就是說，今天他要維持他這個中國統一的合理性，就是我一定要承認清朝的正統性。有了清朝，我才有新疆，我才有西藏，我才有內蒙，我才有台灣。如果沒有這個所謂的清朝正統性，你這些什麼都沒有了。當然，如果因為要這樣子，所以他就給很多少数民族非常大的優惠。哎呦，我也沒有想到這些少數民族的優惠，又造成漢族跟其他，你不是就一個國家嗎？它的內部的矛盾是比我想象中還要來得更多的。中国有很大的麻煩，就是因為他經常是靠洗腦，我們現在叫敘事了，其實就是洗腦了，也就是他給他一套他所謂的正統的史觀。那我們那時候看過郭沫若那時候不是要搞史觀嗎？因為他們最後拿到政權了嘛，對，就回頭就要講要重新去編寫歷史。西方的歷史這樣講哈，按照馬克思，其實馬克思當时也有好幾個版本，自己也有2-3個版本，最後是列寧把它統一成為一個版本，然後把它這個教條化，把它成為一個統一的版本，成為官方版本。史達林把它教條化啊，就是人類的社會呢，從什麼原始共產啦，走到奴隸社會啦，走到封建啦，走到資本主義，走到這個社會主義和走到這個共產主義社會，它是一個單線發展的史觀。所以最後就是單線史觀，那就成立了。大家回去讀馬克思，他說不是，馬克思曾經講過一個什麼亞細亞生產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在馬克思的書裡面講了2個最具體案例，一個是古埃及，尼羅河的這個淹水文明；一個是中國。中國也有淹水，所以他說尼羅河的淹水跟中國的淹水呢，最後打造什麼官僚體系？這2個官僚出來之後呢，它的發展方向是不一樣的。換句話說，人類的歷史發展呢，不是單線的，不是從什麼封建啊，從什麼原始共產到奴隸什麼等等，可以有別的發展方式。所以共產黨理論就受到挑戰了。共產黨非常講究洗腦的。所以我說的東西必須統一在這個裡面，全部釘在框框裡面，你歪出去一點點都不行。所以你剛剛講那個1644史觀，直接挑戰他的1840史觀。1840史觀就是我承認滿清，然後滿清是正統，然後中國為什麼會衰亡呢？因為洋人打進來了。那滿清呢雖然是正統，但是呢滿清政府蠻橫無能，抵抗不了。最後孫中山這個革命先行者，把滿清推翻之後呢，然後孫中山是小資產階級革命，我們什麼呢？我們是無產階級革命。我們看見了歷史的發展之後呢，我們攜手帶着孫中山這批小資產階級共同革命，然後我們取代了他們。他的敘事是這樣來的。對不起，今天這個講的比較學術，因為寶傑問到這個，我就要把課堂上講的東西拿出來講一遍。這就是官方的敘事。所以中共的洗腦就是它有一套很完整的歷史觀，這套歷史觀它要嫁接馬列，它嫁接馬列，因為不嫁接馬列的話，它就斷掉了。我們不需要，我們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路下來就講完了。那最後就承認說，好吧，匈奴也是中國人了。然後最後滿清也是中國人了，然後什麼五胡亂華全部中國人了，那這樣就解決了。所以我們的史觀相对比較簡單。共產黨的史觀為什麼這麼複雜呢？他推翻舊史觀，他把不管是西洋的史觀也推翻掉，中國史觀推翻掉，印度史觀推翻掉，否則他共產黨在當地就沒辦法立足。所以今天推出這個澎湖海戰，突然間引爆了內部的辯論，說，哎，這個滿清好像是壞人，然後明朝才正統。那明朝正統被滿清消滅之後，那滿清就是壞蛋了。所以呢，哎，共產黨消滅了中華民國，那共產黨就是壞蛋了。所以中華民國派在大陸現在慢慢崛起。中共突然感覺到說，哎，我搞個澎湖海戰，什麼捅了馬蜂窩，出了紕漏。所以他現在想說怎麼去補破網。我這樣講哈，講完之後呢，並不表示說將來澎湖海戰不會拿出來演，
還可能拿出來演，他有另外一套說辭，所以到時候才會強調說康熙平台，因為他們這個事情他研究很清楚的，我們叫做康熙收台什麼，他們叫康熙平台論的，他有過一本小冊子，我看過那東西的。說康熙大帝當年多麼英武啦，怎麼收三藩啦，什麼等等，最後呢下定決心呢，然後打這個台灣呢，然後怎麼最後呢就啟用了施琅啦，然後成功收復啊，了不起了不起是吧？所以他們的敘事要完成這一段，所以今天想接的這一段，就沒想到在這個時間點上呢，好像不太合適。不過將來我不知道了，可能我們還會看到澎湖海戰就是了。好，那最後就是。現在這個澎湖海戰也牽動到了他這個內部的一個矛盾。他想說，現在因為你現在如果沒有能力，你去挑動了武統，你挑動了武統，你等於挑動了一個馬蜂窩，你等於說對美國、對台灣的內部就會造成你沒有辦法去處理的一些矛盾，所以他必須停下來。所以您在想到，其實對習近平來講，他要連任其實是有壓力的。那這個連任壓力，他要怎麼去解決台灣問題是他的一個關鍵，而台灣問題要怎麼解決，要非常的細膩。如果現在出現一個矛盾，就是我硬的我打不下去，我軟的服輸我又很丟臉，在跟硬軟之間，他要找一個下台階，這個下台階是他最矛盾的地方。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矛盾裡面，他現在澎湖海戰不能用，因為澎湖海戰用了以後，他就下不了台了。對，沒有錯。我們一開始不是講說習近平連任有他的困難嗎？那我現在跟大家仔細講一下這一塊哈。大家就覺得說怎麼可能呢？他不是獨裁國家嗎？他說了就算嗎？哎，不是啊。你忘了凱撒是被誰殺掉的？被他的義子。對，凱撒被他身邊人殺掉的。所以你覺得習近平沒有凱撒這種憂慮嗎？所有的獨裁者都有凱撒憂慮。那只不過凱撒被寫出來了，但是所有的這些歷史呢，都講過說，獨裁者最害怕身邊的人。這是怎麼說呢？顛撲不破的政治學定律，這是跑不掉的。從習近平角度來說呢？他說我要連任，為什麼呢？我如果明年不連任的話，我非常危險。對，我為什麼危險呢？我整了這麼多人，沒錯，光將軍我就整了100多個。現在大家給我新的封號叫上將斬，我斬了上將是這個數十人，現在可能還陸續斬下去。那這個文官呢，我斬了數萬人，光是送這個，他處理了100多萬人哦。可能將近200萬哦，然後這個送交司法的呢，在2017到2018年，就將近10年前是58000人，後來最新數字沒有給出來，但是現在我們知道了啊，就從2013，他2012年11月上的台，然後2013年3月份開始反貪腐，一路下來到現在呢。被他處理的省部級以上的官員，省長或部長以上的官員，超過700人，超過700人，700人有的就是退錢了事，那很多是坐牢去了，那很多是判死緩，死緩當然就不殺了，最後還是就終身監禁了，那就關到那裡了。那不但人抓了，錢也追了，那甚至有些老婆孩子呢也受到連累。你覺得他一共得罪多少人？太多人了，對不對？那這是文官的部分，武官的部分呢，光是將軍呢就弄上去100多個，光是上將就弄掉幾十個。這些人都是曾經有過兵權的人，那這些人呢門生故吏呢，現在遍布這個海陸空火各大軍兵種，然後呢，這個應該怎麼說呢？拔出蘿蔔帶出泥，全部是一串一串的。那你說我把張又俠抓了，我把劉振立抓了，難保沒有李幼俠跟王振立跟這種人吧？對不對？一大堆都在這裡，我擺不擺得平？我沒有把握。對，那你說我要第4任啊？現在回來說，我第3任怎麼來的呢？說我要處理台灣問題，我說我要處理台灣問題，我保證我可以解決台灣問題。他說你怎麼解決問題？來，我這樣。他說可能可以，那這樣給我5年，好，給5年了。現在5年下去之後，台灣問題解決了嗎？沒有。看起來台灣好像他們說台獨勢力越來越猖狂了啊，這第一個。第二就是台美合作越來越強，然後這個台灣人呢或台獨呢以美謀獨，然後美國呢又這個捲進這個台灣事務捲得這麼深，所以台灣問題好像沒有解決。
我答應說第三任解決台灣問題，現在沒有解決，那明年要下台的話，我很危險，所以我一定要第4任。那我怎麼跟大家講說我要第4任呢？我怎麼去說服大家呢？所以我說，他雖然是獨裁國家，他的連任不是沒有危險的。對，這個我們今年年底要選舉，對，川普年底11月3號也要選舉，他有壓力。那你覺得獨裁者明年連任沒有壓力嗎？大家讓他連任嗎？你說啊，我第3任，你看越搞越近，然後第3任下來，兩岸關係越拉越近。他說我看不見，那再給我1年時間。啊，我1年之內只要把台灣逼到上談判桌，跟我認真談，算不算拉近？算拉近，不一定要投。他要台灣認真說，還跟我談，那給我第4任嘛，對不對？對，上談判桌是幫他給他一個下台階。對，所以我就講，上次我不是來講了嗎？我說為什麼最近我們的一些主流媒體上面或一些友台上面，依然在鼓吹和平談判，和平談判。幫他講話嘛，因為一旦造成聲勢之後，我們真的去和平談判，習近平就有第4任了。但是現在誰最不希望兩岸和平談判？這些被整的人呢？或者說擔心被整的人呢？對，啊，那現在張升明是軍委裡面唯一的另外一個委員了，剩下就是習近平，董軍是國防部長。最近又升了2個上將，什麼張曙光什麼升上來了，現在還有一堆上將在這裡。那不好意思，這個寶傑同志，您剛升上將，您覺得安全嗎？你覺得安全不安全？當然，前面的這些上將全部倒掉了。我昨天剛從中央升上將，3顆星星看起來很亮，很高興。但是頭上那把刀子不斷在旋轉，在飛舞。你覺得他安心嗎？不安心。所以你希不希望他有第4任？你不希望他第4任，對不對？你才剛升上將，對，你當然不希望他有第4任。可是你擋得了習近平嗎？因為現在有一種說法是，他現在你要把他動掉，你要有個接班人。可是現在所有的接班人全部都被他幹掉了。那被他幹掉了以後，本來接班人裡面是從中央黨校出來的，因為包括胡錦濤跟他都是接了中央党校來接這個主書記。可是現在中央黨校是誰？是蔡奇，蔡奇已經70歲了，所以。你把我漏掉一個問題是，第一個你沒有接班人，第二個是不是所有的黨政軍我全部都是我一把抓嗎？在一把抓的這樣下，有人敢有2心嗎？華國鋒當年是黨政軍特一把抓，他連公安部都在他手上，說倒就倒。現在這情況是這樣哈，我曾經開過玩笑，那咱們都在政治局常委裡面開會，那習坐那地方，我們要使個顏色，你先撲上去。這樣，寶傑同志，你先撲，你撲我一定撲。那寶傑同志說，這樣，這個居正同志，你先撲，你撲我就撲，咱們對看一眼，我也不撲，你也不撲，咱們叫別人撲，不撲，不撲，好，大家都不撲，就是掛領導的貓。對，但是只要有一個人撲上去呢，我們全部撲上去，對不對？絕對不會客氣。我們上次不是說了嗎？史達林倒在地上，死10個小時才死掉。為什麼？沒人要救他，沒人敢救，沒人要救，沒人要救，不是沒人敢救，沒人要救。他說什麼？史達林同志可能不希望我們打擾他，我們是這樣講話的。為什麼？大家曉得，把他救起來，我們更麻煩。所以現在呢，大家就等着這樣子。所以你說沒有接班人，不一定需要，到時候自然會找出來。史達林完了之後有接班人嗎？沒有，不是搞3頭馬車嗎？3個家伙在那邊搞了幾年之後，搞出接班人來了。所以不用太擔心。那體制，要麼就自己玩出接班人來，要麼就像東歐跟蘇聯一樣，最後就垮掉，就這樣。所以中國現在，習近平的接班問題比我們想象來的複雜。他中國內部經濟的問題比我們想象來的複雜。他資源這個所謂的配置錯置的問題比我們想象來的複雜。所以這些複雜的矛盾來講，是吧？他的。你講澎湖海戰跟我們剛剛談到的所謂的出入境管理辦法看起來沒有關係，事實上都是他內部矛盾的凸顯。對，它就是一個總的一個爆發，或者說總的顯現，因為他怕出問題，所以才讓卡得死死的。我剛剛不是講了，我說這邊講的是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而且還有金融安全呢。因為錢流出去也是個很大的問題啊。所以對他來說呢，現在所有東西呢都必須管得死死的，都必須抓在手裡面。共產黨是這樣哈，
他能抓多少抓多少，然後能管控多少管控多少，他絕對不放，不管是人啊、錢啊、技術，所有的他都希望抓在手上。共產黨的最大問題就是他不希望有任何東西不在他管控之下，所以包括兩個人在牆角講話，他都想知道一點點。我也不曉得了，大家台灣還有人居然說哎，那種生活也不錯，我也不曉得，你去過過看。你在台灣這邊講得很過癮了，這邊啊罵台獨罵了跟着罵，好像覺得很過癮。你到那邊去過過你就知道了。這還暴政你自己不體會過，你是不知道這種滋味的了。所以不要被假的民族主義騙到了。我是相信民族主義，但是共產黨講的絕對不是真的民族主義。等到有一天共產黨不在的時候，大家回頭去看了才曉得，共產黨這麼多年來一直用假的民族主義來騙大家，而很多人居然被騙到。我們看一個電影要不要上映，其實那是一個再小不過的事情。可是一個電影的上映，居然可以搞得中國雞飛狗跳，居然可以無限上綱到了那個中國共產黨的黨中央，你就知道現在對中國來講，好像已經沒有什麼大事跟小事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搞到雞飛狗跳，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上綱到這個所謂的整個國家的安全。那如果一個這樣的話，那到底是堅強還是脆弱到我們無法想象呢？非常謝謝明老師，今天幫我們開始講得很清楚，謝謝明老師，謝謝。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網购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政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